你是否听说在日本当社畜非常难，不仅要天天加班，而且工资百年不涨，时不时还听说有人过劳死。其实呢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，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肯定没有国内那么大。但是其实高薪工作在日本的求职市场上还是非常多的。那么赚多少钱在日本算是高薪呢？这个话题我们在前2期视频已经聊过了，这里我想简单的总结一下。拿30几岁的人群来举例，平均收入为437万日元，男性收入要比女性收入高出100万日元左右。那从收入分布上来看，一半以上的人的收入在300到500万这个区间，只有不到5%的人的年收入超过了800万。那我刚才已经提到了，高薪工作在日本的求职市场上还是非常多的，所以这期视频呢，我想来带大家一起看一些年薪高于800万日元的招聘信息。如果你想知道这些所谓的高薪职位都有一些什么要求，懂中文、英文在日本的求职市场上是否有优势，那就请你一定要看到视频最后。那今天呢，我会用 BizReach 这个网站来搜索一些日本的高薪职位。BizReach 这家公司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介绍过，是一家专注于在日本为高薪人群和招聘企业牵线搭桥的猎头公司。那之前呢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个网站呢，其实主要针对的是高薪人才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就是很多的不同的工作的一个分类。那很多，比如说从建筑、不动产啊，到那个媒体，然后食品、化学品、日用品，就是各个行业，然后各个职位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高薪职位的招聘。那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就是金融的话肯定是高薪，对吧？然后比如说销售，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销售类型啊，然后比如说服务业，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店长，我们就随便勾几个，然后看一下营业企划，然后再看一下，比如说出版这边，然后记者，然后现在比较火的，比如说视频那个影像制作啊、编辑之类的，我们随便看一下，这边能够出来一些什么样的信息。好，现在是出来了，已经2800多个检索，多个职位招聘。那我们大概看一下，比如说这个的话，它是找一个销售的负责人，然后工资呢大概是800万到1200万。那这个是法人营业，然后是 SaaS 行业的，年收呢是800万到1000万这样子。有一些是没有具体写，那有一些这个就很厉害，比如说 Sales Manager，它年薪可以开到2000万。所以呢，就是如果你用这个平台的话，就是你自己去搜一下，真的是各行各业都是有很多高薪人才的。那我们看到这边，比如说还有中文啊、英文啊，然后什么保险啊，那我们看一下中文，然后把这个都去掉，看一下中文人才的那个工资是什么样子。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中文圈 SNS Marketing 的负责人，那他的年薪呢就是800万到1000万这样子。那这个职位它是属于调研，然后数据分析、商品企划这样子。那我们打开看一下，然后呢，可以看到那工作内容呢，其实也不是太难，反正就是一些资料的翻译啊、动画制作，然后什么那个活动运营之类的。不过呢，这个职位虽然说只写着要求中文，那你想它的本身这个网站，然后上面的内容都是日文的，所以呢，就是对于日文的要求，那肯定是不言而喻，就是你至少要达到一个能够商务沟通的一个水平，所以并不是说职位上面写着只要中文，那只要中文就可以不懂日语也 OK， 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其他的一些职位，然后这边呢招一个什么咖啡市场，在咖啡市场上面招一个台湾这边的负责人，然后其实开的也不高，一个负责人只有800万到1100万这样子。那其他的呢还有一些，比如说海外销售，那这个只写了一半，应该是海外销售，然后这个是物流管理方面的，然后它是需要一些应该是物流经验，然后是在大阪工作的这样一个职位。那其他呢，比如说战略部门啊，然后它是市场的话是和中国有关的，那也能够拿到比较高的一个薪水。我们看到它居然开到2000万这样，所以懂咨询、懂战略的人才真的是非常厉害。然后这边我们还看到一个Global Digital Consultant，那就是全球的一个数字营销的一个咨询的人才，那它是需要中文，然后工资也开得非常高，800万到1500万。看完了这些高薪职位的招聘信息，你是否觉得其实所谓的高薪职位的门槛也并不是那么高呢？我刚去日本的时候，年薪只有200多万，离开日本时最后一份工作的全职年薪是900多万日元。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吗？下期视频我将揭秘我的职业。